爱是最烦的，在火星开会是最爽的，因为我们是火星情报局。谢谢。感谢地球友好单位优酷的大力支持。本节目由地球当红炸子鸡、火星特工都爱吃的中国华莱士独家冠名播出。谢谢中国华莱士。本节目由妈妈特工特安心守护宝贝超能力的999小儿感冒药联合赞助播出。哇！哎呀，哎，刘维坐下去了。上一期他好像是在这边。对，戚薇不在，然后他来当了副局长。戚薇一回来 ，J.K. 哥一回来的时候，他就马上下去了，再也上不来了。好惨哦你！别这么说。哎呦，还改字儿了呢。哎，戚薇哥为什么上一期没来呀？上一期没来是因为我去地球完成秘密任务了。明明在巴黎时装周。好好看哦，很傻。因为上次缺席会议，确实我要带来我一点歉意，所以说今天带了一点点小小的礼物送给大家。所有的观众都有，是不是？是。哇，好大方，好大方。我可以啊，但是今天我现场啊，我带来了给这个几位副局长的小礼物，以及给我代班的伟伟的小礼物。不是，那这个环节这尴不尴尬？我们干什么呢？我们尴尬，我们都空的。戚薇为自己的缺席给大家致歉，结果得罪更多人。这是我自己的品牌和我们作家张浩成的《流浪的树》的一个联名的无火香氛。啊，打广告，优酷广告部吗？广告部，广告部赶快介入，谢谢。以后你不来的时候，我会专门给你送礼物的。哦，是吗 ？J.K. 哥，人家的离开，对吧？是有道理的，是网上看得到的。请问您是为何？您呢？2期不在啊？我实在没有道理，我真是不应该走。但是我感觉到体力有点支撑。哦，录一期就不行了，当时。啊，您现在录一期节目要休息大概3个月左右。不是，我告诉你啊，我已经录了40多年的节目了。你还真别说，我一想我在台上肯定游刃自如啊，放光彩。结果没想到我上来以后，基本上不让我说话。哎呀，怎么会呢？没有的事儿。是薛之谦，都怪薛之谦。怎么可能会这样？这种抢着说话，我根本适应不了啊。还有一个，我说给大家讲个故事，说扑通一下，他跑到这儿站出来了，对不对？还有敖犬，你马上就趴在地下。哎，大家说让大家说，一个人讲故事了，2个人躺在地下，你怎么讲？听到没？所以我今天已经准备好了。我换了一双鞋。哦，踢踏舞的鞋。今天我也一会儿也要蹦，太棒了啊！但是有一点，哎，您说，蹦出毛病来，把我搀走。一切平安了，J.K. 哥。再次欢迎 J.K. 哥回归。是的。我也准备了几本书。哇 ，J.K. 哥也要给我们送。自我调侃。谢谢 J.K. 哥。上面写着幽默是男人成熟的象征。还有 J.K. 哥的自画像。开玩笑，现在要到那个旧书店和二手书店去买，因为它是2000年出的。哇！等一下，这本书是23年以前的包装，现在还这么完整，这么好吗？是。那您当年的书也卖得太差了吧？就是啊。薛之谦，大胆。但是我跟大家说，不是开玩笑哦，这本书哦，你们知道 J.K. 哥的那个书法是在网上非常厉害，他一笔就很贵哦。哎，犬哥在网上搜了一下哦，搜到各种同款了，9块钱一本，有7块2的，有44块。你们都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都是二，没礼貌，快回去！都是假的，都是假的。你们懂什么叫礼轻情意重吗？ J.K. 哥送这样一本书送给各位高级特工，告诉大家他只能自我调侃，你们不要再调侃他了，是不是？你看我一句话都没说，
人怎么能没有朋友呢？真的是，我一定回去好好拜读，一定要好好拜读。那除了 JK 哥和戚薇归位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新朋友现在加入我们的会议，有请3位飞行特工登场。掌声欢迎张嘉佳、洪昱畅、周也，青春偶欢迎像。 3位。3位，你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好，大家好，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我叫张嘉佳。哇，这个名字震耳欲聋了。我问一下，他叫什么？张嘉佳，我听说不是叫张家卫吗？那是王家卫吧？王家。自我调侃，自我调侃。鹏鹏说火星情报局就特别解压，特别放松。啊，那您误会了。你为什么这样骗张导？我没有说过，是他有一天杀青的时候，他跟我说的，是不是？他说火星解压，对，很解压。火星是看着解压，自己来上的话很痛苦。很痛苦啊！真的。因为张嘉佳老师导演和作家的身份大家都非常熟悉，而且非常的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本书，我相信大家也看过。当然但是他那个电影都看过早年是参加过非常多综艺节目的幕后工作对啊，也没有。我做综艺的时候还在上个世纪呢。你那个时候就留得像流川枫一样现在的发型了吗？没有，我这辈子就没有帅过，我这边没有发型你。这个发型很帅哦。真的吗？开玩笑，这个发哎，型。老师你危险了，每天你夸我2句。哦，好了，谢谢，好尴尬，其实啊。这再次欢迎张导，再次欢迎，再次欢迎，哎呀。接下来下一位我们的周也，好不好？因为鹏鹏都很熟了。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周也，很高兴来到火星情报局。哎，你今天会说故事吗？会啊，会啊你，会害怕吗？这个场合？还好。哎呦，周也有本身自己的本职工作，该害怕的应该是你。他是我。浅哥，冷静，冷静，冷静。自我调侃，自我调侃。哎，最后一位同学是我的老同学 ，Come on，What's your name？Hello， 大家好，我是彭昱畅啊。鹏鹏上一次宣传一人之下，对吧？这一次呢？明明有个小卖部啊，什么时候上啊？明年哎，等一下，啊，明年上，明年现在请问明年定档了吗？现在哎，基本上吧，现在的宣传周期都得拉得很长嘛。太长了没？太长了吧？没有，其实是我失算了，因为电影是刚刚拍完，然后呢我才拍完，马上就来宣传。我时间算错了。时间算错什么意思？对，因为拍完之后呢，有一道那个后期的工序，我一定要做，但这个工序要8个月时间。对，所以结果一算，我们不在宣传期啊。对然后结果呢，已经节目组已经定好了要来了。明年的夏天，大家一定要去支持《云边有个小卖部》这部电影。哦。是了，哎呀，除了欢迎来团建的3位呢，还要介绍我们今天的终极特工了。哎，陈子明同学在哪里 ？Hello。哎，好帅哦！哇，这个也好帅哦。这个是我塞过来的人啊？为什么？阳敌关系户。哎呀，厉害了！给你5秒钟讲个笑话，3、2、1，走。垃圾坐下。好，谢谢。好笑，好笑。太难了吧这里。接下来呢是李艺珍，你好，哎。Hello， 大家好。李艺珍上次这么垮，凭什么这次还来？因为我要挽回局面。我以为说，因为我要更垮。哎，王雅佳同学在哪里？欢迎。Hello， 你是从哪里来的？我从家里来的。从家里来的，凭什么来？凭什么来？因为想来听故事。哦，想来听故事，你今天不讲是不是？他认识华莱士的人，他认识。哦，他认识华莱士的人，请坐，欢迎。告诉3位终极特工同学们，咱们这节目还是比较残酷的，因为呢，一旦你表现得不好，可能下一期就来不了了。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努力啊，好好努力。哎，是了，加油加油！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笑点记录员还是会全程记录各位特工的表现，根据特工贡献的笑点数量，评选出每一期的王牌特工。当然，我们的终极特工也有机会晋级高级特工。那今天要介绍我们新晋的笑点记录员代表。
周星驰先生御用女演员，4大美女中的2位，美娥姐和彩香姐，欢迎2位。美娥姐是我们火星的老朋友了，好久不见，美娥姐。大家好，我是张美娥。快派出杀手，把目标人物给杀死！你嘴巴有泡沫跑出来！我可能搞错了。哎，你知道吗？美娥姐多好笑吗？刚一上说，哎，美娥姐好久不见，她说是啊是啊，我还没死。美娥姐真会自我调侃。旁边这位是她的好姐妹彩香姐。大家好，我是演员徐彩香，今天和大家在一起，挺开心的。那问一下2位，你们对笑点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对啊，就是你们要记录今天谁的笑点多。美娥姐，我有点怀疑。美娥姐，比如说我现在给你出道题啊，9加7等于多少？我们会找笑点。我们会找笑点。美娥姐，美娥姐有事吗？美娥姐，你听得到我说话吗？美娥姐，现在可以对话吗？可以，可以对话哈。9加7等于多少？9加7，我不是4，不是4。这个也，这个也，而且这是数学，这是实数，这是数学。数学不行，我算不出。不是，那你怎么记笑点呢？我很怀疑。最简单的来说，就是从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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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个方面来评论大家。现在就从你们的故事里面，赶紧的让大家哈哈起来吧，赶紧的。哎，谢谢2位姐姐，谢谢2谢谢2位姐姐。那个睡吧，睡吧，真的，谢谢2位姐姐，让我们的开场变得这么的久，太棒了！哎呀，真的是。好的，那今天的第一个题由我们的傅首尔带来。我发现，地球人总是遭遇不能承受的信任。是吗？因为在生活中，我们都是被信任的人，同时我们也不希望辜负别人的信任。当信任恰恰好的时候啊，它是一份礼物。你会感受到哇，这个人好相信我，我好荣幸。如果这份信任超出了你的承受范围，它就会变成一种压力。对。那我要跟大家分享我小时候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我妈妈她总觉得我没有米也能做出饭啊。就是我小的时候呢，我也是就是那个。你也是什么？乱了，他有点。我也是那个什么，他也是王牌特工。不是，我有点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就是画画。哦呦。我觉得画画呢，一定要拥有画笔，那个彩笔。废话。有毛病。所以我回家就想让我妈给我买彩笔，她就说，一个真正想成为艺术家的人，没有彩笔也可以画出很好看的画。我跟你说，不用，那个时候谁需要来彩笔？我们小时候如果一旦家长不给买水笔的话，就自己用舌头蘸着那个水在地上画。你知道吗？大家当时买不起笔啊。天天画，我画好就这么练出来的，开玩笑，在走廊上。对，然后呢，我就首尔姐说对。好了，他乱了，他被我一插乱了，你看插乱了吧？回学校我就把那个，加油，不干了，加油，加油，首尔姐加油！知道我们这节目难的，可以，很乱的，真厉害，真厉害！信念感，加油！干不了了，你别看他，哎，我们都听你说，我们都听你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好，够了，停3、2、1，开始讲。我就回到学校。办我的手抄报，哇，手抄棒！然后呢，因为我的字写得很漂亮，漂亮，所以这个手抄报呢，虽然没有彩笔，但我觉得办得也很好，但是回到家以后，我妈说，你的手抄报为什么没拿你们班第1名？为什么没拿？因为我说我的手抄报是黑白的。我妈说，为什么你的手抄报是黑白的？哦。我说你问我，因为我没有彩笔。你衣服为什么也是黑白的？对啊。人生为什么也是黑白的？我说到哪里了？我真的被你们搞乱了！不录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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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地球人总是遭受不能承受的信任，比如现在。你看一下我们嘛，我们很信任你的故事，很好笑。你跟大家讲故事又不敢看大家，你好坏，老烦人，老烦人，他要疯了。好了，现场的朋友们，刚才这个生动的景象就是告诉我，一个人在这个地方讲故事是多么的难，确实很难。欢迎来到火星情报局。哎呀，说到信任，确实，今天要在火星情报局向我的爸爸妈妈也坦白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我骗了他们20多年。爸爸妈妈，其实我的成绩很垃圾。我爸爸妈妈一直以为我是个成绩非常好的人，因为我在学校里面就正常去上课，也不迟到，还当了文艺委员。你成绩每次出来总要给爸爸妈妈看嘛。我如果那天成绩真的太低，我就说这次的题太难了，普遍都没考好。太信任你了吧也。因为我只要做到了不请家长，然后也不迟到，我爸妈就一直觉得我成绩非常之好。讲到哪儿？讲到哪儿？也有今天，我也乱了。我第一次看到杨迪失误哎，我想，好喜欢看杨迪失误。太难了。但是直到高考那一天，我真的终于穿帮了，因为我考完数学那一刻，我发现那些题我真的一道题都不会做。我中午回家门一开，我直接扑到我们家沙发上大哭，我不参加高考了，我不参加高考了，我一道题都没做出来，在家里面大哭。我妈开始安抚我，她那一刻才发现她的儿子成绩非常之差。我妈就说：“杨迪没得事，都已经这么多年了，就算最后考个中专都把你弄了去，就是你高考一定要坚持完，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我那天中午就开始看我有可能未来会读的学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过？故事会后面有2个学校可以选，一个叫五月花计算机专科院校，有印象，有印象。还有个学校跟美娥姐家非常近，叫横店影视什么那个什么演员培训。我当时在想这2个学校我当哪个呢？后来我决定考那个五月花计算机专科学校，因为它有一句话写的是开学就送计算机。我当时想的是，哎，我就考这个学校，开学第一天我还拿计算机，学费好像也不是很贵，但是我还是坚持把那个高考拿下。我们那年艺术院收分线不是特别高，我算是提前批。我们那个学校是四川师范大学后面的2级学院嘛，所以我的那个通知书是四川师范大学的通知书，只有6个人是提前批。第一个中山大学谁谁谁，第2个四川师范大学杨迪。我妈脸都笑烂了。所以我妈又忘了我是个成绩很差的人。我会告诉大家，学习其实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你学习对你的人生还是有帮助的，就是前提是你去喜欢什么东西，你去钻研它。比如说我上大学之后，我学的是编导嘛，所以我学习了很多那种编导的知识，后来录节目其实觉得也派上用场了。总而言之，可能大家会觉得自己学习很差，人生好像就没有出路了，不是的，有五月花计算机专科院校和横店这样的学校都在等着你们。总而言之就是这么个事情。爸爸妈妈，我的成绩其实一直不是很好。迪哥今天不容易，虽然不好笑，但是很励志，是不是？励志的故事。我很少见他第一趴已经满头大汗。那彭昱畅，你直接接一下嘛，看看你今天好不好笑嘛？我今天我觉得有迪哥这样，我好不好笑不重要了呀。哎呀，好，来嘛，听听看你的。是这样的，我小的时候很相信我的爸爸妈妈。哎呦。啊，跟我反着来。今天是爸爸妈妈专场，哎，爸爸妈妈专场。我现在其实也很相信，但是我小时候呢，盲目的相信。当我有审美的时候，我就喜欢留长头发。哦，有多长大概？就遮住眼睛。哦，就留。然后后面呢，学校就不让进，然后我妈妈就说，我今天带你去剪个碎发。然后呢，我就说我不去吧。我妈妈说你得去，你相信我，绝对不会剪得很短。然后我就去了。然后我就坐到了理发店，我妈妈跟那个理发师使了个眼色，理发师二话不说，拿着推子就噗，直接给我剃平头，直接头都掉地上。再生一个，再生。
我当时我就哭了，我如此信任我的爸爸妈妈，结果没想到他们居然让我剃平头，圈套，我怎么第2天去学校见人？抢过来推子把妈妈也推平头，一起来，全家互推，下辈子见，你推我推你全。哎呀！然后我就剃嘛，一边剃我就一边在那里哭。后面剃的差不多了，我觉得也不能再丑了，我就说我要走了。然后我一个人就回家，一个人回家。一开门，我家里是鞋柜嘛，然后有个镜子，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我梆一拳就打过去了。啊！镜子碎了吗？对，碎了。啊，现在伤痕还在啊？在哪里？这里。哇，你何必敲的这个叫？在哪里啊？哪里伤？这里啊。哦，看到了，哎，很重哦，它确实很重，一个疤很深的。后面打完之后我很慌，首先是流血了，第二个是我爸爸妈回来揍我，他们也梆一下打过来，然后我就把门反锁了。后面我爸爸看到那个玻璃碎了之后，砰！哎呦喂！等一下，踢镜子是吧？踢我的门啊！对不起，砰进来打我，然后结果爸爸一进来你是这样的，爸爸。对，我爸爸刚要这样，然后爸爸别碰我，我就这样给我爸爸看，我爸爸停住了，我妈妈这个时候进来，啪，然后就混合双打，我就站在床上左躲一下右躲一下，是这样。有毛病，莫名其妙，为什么要这么打人？这个故事讲完了吗？真的故事，没有人说你是假的，没有人讲假故事。宝宝，你听我的，你的天赋在表演上面。他们前面都这么垮了，我垮一点又怎么了？哎，你没垮，还蛮好笑的，很完整，是吧，美娥姐？好，美娥姐，请问这一段她有几个笑点？告诉我。这样的，7个笑点哦。美娥姐分别是哪7个？她说不跟你说，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对。刚才大家都讲了一下跟父母的这个信任，我要讲一个跟我的好兄弟的信任。读书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一个特别大的 bug。就是卫生间没有门啊，那个时候只有2堵墙。哦，我知道了，那时候是这样的，男厕所都是一条沟，然后一个个都是排队这样上厕所。是。我们当时有1堵1堵的墙，就是只是有1堵很矮的墙。那你学校条件已经很好了，我们没有的。我们当时就会选择一些可能不是下课的时间去，因为下课人很多嘛，很尴尬。你是喜欢人多还是喜欢人少？我当然不想被人看到了，所以我们就会上课的时候偷偷溜出去上厕所。然后我们就隔着上嘛，上了之后，突然发现2个人的纸都不够啊，纸都不够就去，就一个人只有1、2张，就是一掏兜才发现。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的兄弟那么信任我，他对我说了一段话，让我至今都记得。他说：“阿奇，我把我的纸给你，你先走，我断后。”什么鬼？他让我到外面去找纸来救他，我就出去了。但是我出去之后，被年级主任抓到了，然后他把我抓到他的办公室里面去教训我。他说：“为什么上课期间你在外面到处跑？”然后我就说：“啊，我上厕所。”他就说：“不要找各种理由。”就给我一顿骂了特别久。然后我最后还是要对得起我兄弟的信任嘛，我最后给主任说：“主任，可以借我1卷纸吗？我的兄弟在等我。”然后主任就给了我纸，我就回去找我的兄弟，我的兄弟已经出来了。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他就是还不是，他后面更惨，后面他有一次骑自行车左腿摔断了。然后打了一个非常大的石膏，就是他整个膝盖都不能弯曲，他每天走路只能这样走。
又是同一天上课，他让我扶他去厕所，所以他就说我们在上课的时期，你把我扶到初中部，因为当时我读高中了，他说要到初中部去，就算被看到也不认识我。纸带够了吗？这次？带够了，带够了，但是他真的非常狼狈，因为他的脚不能弯曲，他只能 dangerous。dangerous 是个嘛？神经病。然后他就是这样扶着两边的墙。哇，叶问，我要打10个。他就说你在外面帮我放风，我就说行吧。然后我一想着是上课期间应该也不会有人，我就正好到小卖部去买了点吃的。结果回来的时候发现，初中部的上课时间和高中部不一样，初中部已经下课了，有20几个小学生围着他看。哥哥，你在干什么？哥哥。然后你知道我的朋友说什么吗？他说我在练功。然后围观的小朋友哇，哎，好玩，神经病啊！我在这里要跟我的那个好兄弟说一声对不起，陈林浩，对不起。你为什么把名字说出来啊？为什么把他名字说出来？哪几个字？陈是耳东家，不要说了。对不起了，好兄弟，辜负你的信任了。下次我们再一起去卫生间，谢谢。好了，金志伦同学来了。讲一个我信任我大舅哥的一个事情。我大舅哥是在家负责照顾孩子、上班，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健身。他说的，哎，文儿，就是你们这儿有就是离咱们家近的健身房？我说那我真不太清楚，因为我不健身啊。然后呢，我大舅哥说的，你不健身，那可惜了。他说看着你这就是这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倒三角的坯子啊，真假的？他说你找一家健身房，然后我带着你健身，就保证你半年之内练成倒三角。哦，我当时就一下就来劲了，然后我就信任他，跟他去健身。你练得很猛，差不多3个月左右吧。我有一天在那个健身房练的时候，然后就过来了3个人，然后过来之后就说，哎，你教的也不对，你很多姿势也不标准。我大舅哥这就绷不住了，你们咋就知道不对呢？我就3个月的时间，我把我妹夫从一个素人现在练成了一个倒三角，你们知道吗？他说你那个妹夫，你把衣服脱了给他们看看。哇！然后我就把衣服脱掉了，我就开始很自信的站着给他们展示，然后当时他们看了一会儿，就乐了。乐呢？啊，他们噗呲就笑了。这是正方形哎，这不就是一个垃圾桶那种吗？不是。导演组能找到张嘉佳健身的照片吗？马上找出来，真的得找正规教练，他找的正规教练就挺好的。哇！佳佳，这是你的吗？这是我，最近吗？对啊。哇，这个还练得好哦。那个文哥，你真的是有训练痕迹的，只是没有美感。你们看我的表情多自信，就那时候，我是真的相信自己是倒三角。哎呀，好了，佳佳老师有没有像他这样的困扰？很多朋友对我的生命力很信任。生命力？对，因为我是一个经常被抢救的人，我被120拖走过3次。啊？你怎么了？我第一次救护车拉走，是我的心跳每分钟飙到了286下。哇塞！然后整个人感觉要被劈开了嘛，大家都很惊恐。抢救完了出来之后呢，然后医生说我回去之后每天晚上要有朋友或者是熟悉的人陪着，因为怕你万一出事就没有人，所以我所有的朋友们他们就排班来守夜。最不靠谱的一个是张靓颖，怎么样他？排班排到张靓颖那天，他就跟另外一个同事跑到我家。一进家门就说：“来呀，打游戏啊！”然后就打游戏，打到大概后半夜2点的时候，我忍不住偷偷摸摸吃了一颗药，还要偷偷摸摸吃。对，因为我不好意思，因为朋友毕竟是来照顾你的嘛。4点的时候，他还不走，他还在打，因为他一直输啊。我又吃了一颗药，一直到大概早上7点，
天大亮，他扭头跟我说啊，他说张佳，你昨天晚上没犯病吧？没有，那我走了。就这是张靓颖，还有一个不靠谱的人叫王珞丹。王珞丹啊，他也是带了一个编剧来要做剧本的嘛，说你这样你就好好休息，我们要开剧本会。然后大概到了12点以后，他们2个人开始喝酒。我的天哪！然后就跟我说，哎，佳佳，你把剧本写了吧。后来这个剧本我写到早上7点，他们2个人喝酒喝到早上7点，然后跟我说，剧本写完了吗？我说写完了啊，那我们走了。天哪，你能撑到现在不容易。然后100天的时候，我就喊了鹏鹏啊，所有包括亮颖还有易小星啊，就大家庆祝，说100天病终于好了，撑过来了。当天张靓颖唱歌唱那个好日子，唱了1宿。然后我喝了大概5杯啤酒吧，第2天我就被送回去抢救了。哎呦，抢救！所以我觉得朋友们对我的就莫名其妙，觉得我肯定能活下来。我觉得这点已经挺重要的了。那是你自己对自己的信任。所以到后来，我就跟所有的有困扰或者生病的人朋友，我都跟他们讲：如果你生病，第一你要好好吃药，第二就算是抑郁症患者，你要做一个快乐的抑郁症患者。我就这么跟他们讲，然后我自己也到现在，医生跟我说你有抑郁症，我说我没有；你有焦虑症，我没有。我就是靠这样就把自己坚持的活了下来，然后朋友们对我的信任度也就很高，觉得张佳你一定能活下来。包括这次拍戏的时候，拍戏也是，所有人都不相信我能把戏拍完啊。觉得你中途会退缩还是？因为我只要在我拍戏之前，我如果坐在一个地方坐超过4个小时或者6个小时，就会焦虑嘛。啊，是吗？对，我们大概要录那么长，8个小时。待会儿把张靓颖叫过来。周也呢？周也有。但是我们拍戏的时候，我跟鹏鹏也特别信任导演嘛，因为我记得有一天拍戏的时候，导演不是一个人躺在小卖部楼下的房间吗？啊，又躺着的。他躺着，然后一个监视器在那里，没人管他，我们在上面演戏。那个监视器是监视他自己的生命特征的吗？滴心率监测仪。他就在下面躺着给我们导戏。然后其实我对导演也是特别的信任，但是我信任导演的点就是我们不是建立在生命之上，是建立在金钱之上的。啊！就没有见过这样的导演。他跟我说：“小野，我知道你的一些问题，你给我转648，我告诉你这些问题，你去怎么演戏。”648这个数字是怎么定出来的？男生应该都知道啊，就是玩游戏充值最高一次是648嘛。哦，对哦。然后他有一次要我演戏，然后他要那种卡通式的表演。我特别不理解，我说什么是卡通式的表演？他说你给我转648，我告诉你。又来。然后我没有办法，那场戏很重要，我只能给他转648。结果他教我卖萌。假如说你是鹏鹏啊，我这样跑，我看到鹏鹏。为什么说假如他是鹏鹏？你这么不想跟鹏鹏打，鹏鹏就在旁边，假如鹏鹏。本人不是在这儿吗？那里明明有一个真的鹏鹏了。有毛病啊！莫名其妙哦。不看他，因为一会儿再说他啊。导演让我这么演，他给我模仿了10遍以上。看我这样跑，看到了鹏鹏，我当时演完，我整个人都不好了，然后就给他转了648之后，我们剧组就整个剧组都变了，就知道你容易被骗648哈。然后就是说摄影老师斌哥就说小野，你给我转648，我给你多一个镜头。然后林儿老师说小野，你给我转648，我给你多剪1帧。这莫名其妙嘛。电影上的时候，你的字幕不会打了648吧？演员表648。然后我还有一次是鹏鹏的，我们2个在化妆间，他特别神秘跟我说，小野，我有一个特别劲爆的视频，1分几秒我都能说出来，你给我转648，我给你。物超所值，你一定要转。我说真的假的？真的这么好看吗？他说你绝对要转，你相信我，绝对劲爆，没有人看过这个视频。我当时是没有人看过呀。我当时就信了哦，我给他转了648，他给我发了《一人之下》的预告。为什么？我没发呀？看网上的不行吗？网上没发呀？马上就要发了，我给你转648，你给我看《一人之下》的预告。没毛病吧？我这个很合理吧？
648优酷会员都充了，全片都看了，还看个预告片。这一段打给我们648才播出去，不然后期剪掉哦。我突然间想到 ，Lucky 是很信任我的。哦 ，Lucky， 啊，我是他的造型师，就我平时很喜欢折腾他，像洋娃娃一样，所以他就很信任我。然后我平时不是在做直播吗？我说来 Lucky 来，我给你卷个头发。他电话打完啊就过来了，他说啊好的呀。然后呢我就给他卷，让他卷。就在这个时候，他哭了。卡住了，哎呦完了呀！卷得很深，就卷到了头皮的这个位置。天哪！然后我就发现回不来了，就是头发和头发打在一起了。然后我当时心里面就有点恐慌的呀。结果 Lucky 中午来说：“妈妈卡住了。”妈妈，我有点看不见了。妈妈，我信任你，妈妈。刘维来演一个，越扯头发眼睛越提。我说没关系 ，Lucky， 我说你等一下，妈妈给你取下来，很快的，然后弄，然后我就自己开始有点慌了。我当时已经取了差不多20-30分钟了，我就开始嘴里面嘟嘟囔囔，我说妈啊，你说妈妈怎么了？妈妈怎么了？妈妈是可以把它弄下来的，你放心。哇 ，Lucky 20多分钟这样子，已经抽了吧？他已经有点。然后说妈妈能弄，我说能弄。还发脾气，他一下，因为我可能自己着急了啊，然后他一下就不说话了，然后就等着我弄。我一把它放下之后，我就拿了把剪刀，过来。假的？真的，就拿把剪刀。拉给回去就把自己的小镜子给拽了。回去就，哎 ，Lucky 是又这样。然后我就拿把剪刀，然后我就说。是可以下来的，但是要用剪的，然后我就把它剪了。啊，有一块秃掉了。我剪的那一刹那，我觉得我剪的不是他的头发，我剪的是他的信任。哦，他整个人就有一点不信任你了。对，而且我现在回想起他，我都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就是特别抱歉。然后我要在这里跟 Lucky 说一句对不起啊，辜负了你对妈妈的信任。哎呀，好难过。现在他编头发手速极快，然后我每次说，哎 ，Lucky 来，妈妈帮你弄下头发，他就说，哎，妈妈，你看我，很快，然后边说边退，说你看，哇，好了，妈妈，我去上学了，我走了，拜拜。完全失去了信任。我现在碰他头发我都很小心了，我很害怕，真的，所以妈妈们也要注意啊，这些东西真的小朋友会留下阴影的。是的。到我了哦，玩哥站起来了。今天站起来腿有点软，确实软。那我离着远点，别带到我。要是就是谈起信任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信任作为一个爸爸呢，我的信任就是等会儿咱。文哥，你少看屏幕，不然又得补。作为信任的话，我们只是不想给你挂边的嘛，因为挂着你，咱们不要带上我们不想作为你的背景。文哥，你要不就直接补。你讲。哎，作为信任的话，我跟你讲，谁在金志文后面谁最倒霉，他补的东西太多了，都会带到我们。哎，不闹了，我这个故事背了好几天了，啊，我保证一次过，一次过啊，不能卡壳。3、2、1，上！加油！说起信任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信任作为一个爸爸呢，就是最难信任的就是我闺女未来的这个男朋友。如果你说我闺女未来找了男朋友像张延齐这样，我就觉得不靠谱。为什么？不是，凭什么？人家不是蛮好的吗？太帅了。哦，太帅了，长得太危险了。找敖犬这样的。棒。岁数太大了。我俩还论哥们呢，我姑娘跟她的男朋友不合适。不是，哎，这我忍不了，太过分了这个。我突然胃难受了一下。完了，这段好多人要补录，全带进来了，谁也跑不掉。所以我真心的担心啊，如果说
未来我姑娘找的那小子啊，我姑娘真是说，完了，这能不补吗？对不起，其实我是很有自信，肯定不用补，我才上你们那儿去的。其实呢，那个我为我姑娘未来找那小子，我不信任他。你说我姑娘如果真的是饿了啊，未来他能给她做饭吗？我姑娘要是冷了，他能给她穿暖吗？啊，能给她买好衣服、新衣服吗？对不对？应该能，能。所以这段写的这块写的不太好，不真实啊！要不要你真的就直接补？我们现录，不能补，坚决不补，坚决不补。很难不补。到关键时刻了，这块我就是你们哪儿我都不去了啊！你说我姑娘如果感冒了，他们能给她温暖的陪伴吗？他们什么他们啊？他们。不，他们的爸爸，这是我男朋友。楼上的下来，来跟我爸爸打招呼。爸爸，我男朋友都来了，报数。1、2、3，叫爸爸。不是，这你们插的啊，你们插。好，关键时刻，我女儿要是感冒了，她能在她身边给她温暖的陪伴吗？不能，她不能。我女儿怕黑，怎么还有一个呢？我女儿怕黑了，她会去哄她睡觉吗？谁加的？啥时候加的？你没告诉我呢。怕黑，他是不是有病？不是，太对话。谁怎么讲故事有毛病啊？不是，没有，之前没有那段啊。玩哥，你这一段播的时候又是那种我女儿，然后从中间全是跳针又跳针，他们然后他爸爸2个3个3，你全是碎的，又是这种，根本用不了。哎呀，不是我跳着讲吧，啊，我你自己跳讲，我们只想叫你讲故事，就这样的半个小时，莫名其妙。我平时工作那么忙，然后孩子都是我媳妇儿管。求求你了，能不能行了，文哥？错了，我错我就怕你别搞了，真。那不补也行。你有毛病啊！来，我们重新来哈。回来，文哥回来，文哥回来。求你了，文哥。哎，等，文哥疯了，都过去了啊！重新讲，开始，重新讲。没有，从女儿那儿啊，我平时工作那么忙，孩子们都是我媳妇儿管，孩子们，走了，不录了，没办法，要带到，走。我飞机到了，我先走了。走了，没办法。哎呀，破罐破摔，哎，咋地啊？孩子都是我媳妇儿管，等他长大了又找了男朋友没时间陪了，必须啊，我多抽时间陪孩子，我就自告奋勇。我跟我媳妇说，我说老婆你出去旅几天游，多出去玩几天，让我和我姑娘有独处的时间。然后发现我老婆出门这一天，好像感觉她就更不放心了的样子，然后天天给我们打电话发视频，然后呢还往家邮快递。有一天我一拆快递，我说这不是小儿感冒药吗？我说他媳妇儿你这有必要吗？咱们姑娘还没感冒呢，你邮什么小儿感冒药啊？我媳妇说：“你当我没看着啊？我发视频的时候，你让姑娘光着脚在地下噔跑，噔跑。她说的你就在家多备一点让妈妈放心的儿童感冒药，你就让我省点心吧。谢谢大家。”飞起来了，感觉飞起来了。我觉得不用剪了，就这样，就蛮好笑的。我觉得太好笑了，这是最好笑的一个故事，今天最炸。刚刚大家都讲了很多生活中关于父母呀、什么朋友那种无法信任的故事，或者过度信任的故事。其实工作中好像也会有这类似的情况，对不对？哎，觉得你这个事情能胜任，反而有点失控的感觉。对，我有这样一个故事。我以前误打误撞进了一个剧组，那个剧组叫少帅剧组。我当时在那个剧组里呢，负责演员的行程啊什么的。然后有一天早上，
本来我们那天下午要拍一场戏，是一个女演员，她演一个青楼女子，她要跟白宇的一场亲密的戏。结果那天早上呢，那个女演员就说她生病了，来不了。然后我们整个导演组就非常着急，非常着急。就在这个时候，我的领导看着我说：“小璐，你上。”演什么？青楼女子。青楼女子。你作为我的孪生妹妹，我都接不到这样的。青楼女子不一定要看长相的，也可以看口才了啊。脱口秀的青楼女子哈。当时那场戏拍的就是那个青楼女子衣衫不整的从楼上下来，然后亲了白宇一口。亲完之后呢，白宇给了他一个大洋啊，然后他就妖娆的走掉了啊。然后你开始改戏，不够。但是我当时一件青楼女子的衣服都穿不进去，所有旗袍啊，我穿上之后呢，就根本扣不上。然后真的急得不行的时候，我的领导跟我说：“哎呀，扣不上就算了，就披着吧，反正也是演这个青楼女子。”于是我当时真的就穿着那个旗袍，从那个楼上一遍一遍的下来，一遍一遍的去亲白宇。拍了几条啊？10多条，10多条。那挣了10多块大洋啊，那是。哎呀，这个事情不得不说啊，过去10年了，每次想起来，我的嘴角还会露出微笑啊。青楼女子下来了。全是挡脸的，椅背把脸都挡得死死的。这个音乐合理吗？刚刚那个画面看上去不像他找来的青楼女子，像找了一个阿嬷在点灯的感觉，有一种哎，我今天活干完了，很草率，就是。啊。日常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网友也会给我莫名的信任啊，哎，为什么呢？会有很多网友会给我发私信，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发过来。但最近有一个私信，我觉得还是有点影响到我自己未来发微博的一个情况了。会有那种网友说：“迪哥，你是娱乐圈的人，我相信你娱乐圈的八卦都知道。我问你个事儿啊，那个谁谁谁男艺人，那个谁谁谁女艺人，他们俩是不是真的在一起了？你别告诉我，你不用告诉我，但是你需要在你下一次发的微博的自拍照里面有一个这个动作。”我就知道了，我不会告诉任何人，这是我们俩之间的秘密哦。后来我每次拍照的时候，我有可能有的时候动作做的有点接近这个，正好接近，我必须删掉。我说，我怕他把这个截图说，我就告诉他这个男人女人在一起了啊，要命！所以你后来做的动作越来越少了，我动作越来越怪。但你知道确实是最多的。我相对了，呸！我们吃着吃着饭，聊着聊着，他就哎，我跟你说啊。猜到了，就你。我以为我算是知道的挺多，但没想到今天现场有一位朋友，其实导演组跟我说他知道的那叫真的一个多。谁？张导。哦。怎么说呢？因为很多朋友就喜欢找我喝酒聊天，倾诉心事，然后很多时候就大家看到的那些新闻里面，或者说看到。这个男主人公、女主人公什么，他们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可能就在旁边。我们问你一个，如果你觉得是你做个这个，哎呀，不行，我不知道，我就讲自己的好不好？讲自己。我有一次吃饭，有个朋友喊我吃饭，然后我问他晚上还有谁，他说晚上还有傅首尔。讲半天是傅首尔的事儿，我就跟朋友讲，我说哎，傅首尔我很喜欢，那喊上我一起。因为那时候看节目就很喜欢傅首尔，这全世界怎么有这么好笑的中年妇女？心情越来越差了，笑不出来。傅首尔这个赞美太独特了，真的。然后傅首尔突然冒出来一句：“我在微博上面发过私信给你。”哦，真的假的？真的。然后我就打开那个私信，发现是2013年的时候，傅首尔就发过“祝你生日快乐”。他很早就在网上写小说，我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太有才华了。其实是文化人之间的惺惺相惜。首尔姐，你其实欣赏很多优秀的人，其实你是群发的，是不是？群发生日快乐有点难吧？我连续10年发生日快乐。
那时候呢，我也是在一个公司上班，然后每天呢就是匆匆忙忙的去工作什么的。他每年在生日的时候会写一段小文章，对吧？我就是会在他每年生日的时候读他那个文章，读到泪流满面。哇！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人好有才华，他写的东西好纯净。后来我那个朋友约我跟他去喝酒，第一次见面那次，我那天盛装打扮我进去了，因为你知道要见一个你很喜欢的一个偶像嘛，算是一个。我这个话都没跟别人讲过，我当天晚上回去大哭一场。啊，真的吗？为什么？为什么？太失望了，太失望了。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张嘉佳好俗哦，张嘉佳好俗哦。啊 ？What's wrong？就是那种10几年前的那种，然后你就会幻想，就是你明白吗？我懂。但是你在现实中，一个朋友约你进去以后，他正在吃龙虾，然后喝酒，然后大俗人一个。幻想中的一个偶像走入现实了。明白。你说什么我都接受。但是呢，云边那个有个小卖部是一本非常好看的书。谢谢。我希望这个电影跟那本书一样好，真的，我非常喜欢。我去拍这个电影就是希望不要辜负任何读者。还是要帮首尔姐说一下，她是真的喜欢谁就会特别欣赏谁，会有一些自己非常主动的行为，因为她曾经还跟踪过薛之谦。那不是主动跟，那是默默的，就是默默的才叫跟踪啊。07年啊，07年他07年你跟踪我，快讲一讲。07年的时候，那时候他才出道。然后我有一天看到你戴一个发带。哦，那个年代就他特别爱戴发带。那个头发那样，我说薛之谦，然后我就一直跟在他后面走了2条街。所以他去了哪里？他就是沿着那个苏州河一直走，然后跳进去了。他走路的姿势非常忧伤，看他在河边非常忧伤，非常忧伤。从背后跑出来。Impossible， 怎么可能？我叫傅首尔。有毛病啊！你是怎么跟着的？傅首尔，你往前走，3、2、1。太近了吧？是这样吗？没有，不是这样，不是很远。你还要转身，这个叫尾随了。你还要转身，你看不见他。OK。哎，怎么总感觉有东西跟着我呢？好恐怖啊！被发现了，好恐怖哦！首尔姐确实爱人。好的，这个提案已经结束了，接下来请全场特工进行表决。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提案有共鸣的话，我们就拍桌支持。那么，请表决。好的，我宣布此提案通过。本节目由地球当红炸子鸡、火星特工都爱吃的中国华莱士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专治儿童感冒、火星常备妙招的999小儿感冒药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培养深睡特工、爆梗金句多提案全通过的喜临门行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细腻好纸4清风的清风 Hello 赞助播出。妙压相机9块9实现写真自由。本节目由妙压相机特别支持。第二个提案是谁来提呢？同学们，谁主动请缨？我来。张燕提的第一次提案哈，我发现地球人有一些硬气，但不多。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就是他跟你 battle 的时候非常的硬气，然后突然之间发现，要么是对手太强了，要么是好像发现自己真的错了，一下就认怂了。但是这种认怂呢，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保护自己的一种机制，就生活中经常有这种情况。没错，我有几个外国朋友，当然我不用说英文，他们中文都非常好。然后他们来上海玩的时候，那个时候流行玩密室，我就问他们，我说这个中国的密室真的做得很好。我们今天玩的是一个日式主题的，其实挺恐怖的。那几个外国人，一个西班牙的，一个澳大利亚的，还有一个英国的吧，反正3个人说我们不害怕。我们是外国人，我们只害怕西方的鬼。他的意思是他们只害怕吸血鬼啊、僵尸啊、丧尸这种。你们东方的鬼，我们不害怕。我说你别小看，真的，这密室做得很夸张，很吓人。我们不害怕。
刚刚进去之前，yo come on， 玩密室yo。好死不死，那天上一场是傅首尔玩的，我没有见过这么恶毒的人。他知道我要玩那个密室，他走之前给那个密室的店家说，待会儿是杨迪他们来玩啊，加麻加辣加到极致。你们见过一个密室刚开场10分钟同时出现3个鬼的吗？跟剧情没有关系的鬼，来回下，就是把一群外国人从这头堵到那头，堵到这边啊 ，sorry help， 然后这边就出来一个鬼，就跟剧情没有关系那种。然后进来之前，那个密室老板说过，如果你真的觉得玩不下去的话，你就对着那个监控做那种手势，然后他们一直在做这个手势。退出，我们要退出，没有一个人开始玩密室，所有的外国人那3个都退出，我们要退出，我们不玩了，好无语。你绝对一马当先跑了，没有，我是那第4个退出，我普通话更标准，我来喊退出。店家我不知道为什么那种情况之下都知道大家很害怕，他们还要这样。你们确定要退出吗？请你不要用这样的口音说话。外国人还在跟店家吵架，那是我人生唯一一次玩密室中途就退场了，就是因为傅首尔加麻加辣，再加上外国人他们说不害怕东方的鬼，结果吓得要命。最气人的是那3个外国人一到了酒吧里面 ，I'm a single lady， 还是这儿好玩。我后来为了看你们玩的怎么样，我就加他微信，因为我要关注你玩的动态。然后我刚走没多久，我说怎么样？他们有没有被吓到？杨迪什么表现？然后店家说他们已经走了。我要讲的是一个实际情况，它不是一个好笑的故事。先给自己打预防针。今天的都不好笑，你放心讲。文儿哥，有你跟首尔姐第一趴，我已经很放心了。但我确实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谁的是假的？你怎么每次都要先声明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这样的，我跟张嘉佳在拍《云边小卖部》的时候，我跟他有一次大吵一架。为什么？他让你打钱你不打648？因为一张照片。然后那天我们俩就在那，我就在那坐着，我不要这张照片，那你先放了我到时候剪掉。不行，不能要。他说你先放到这儿，我到时候剪掉。我说就不行，我说就拿走。你的意思是那张照片要放到那个剧组拍？不是，要放到剧情里面。那是一场戏。当然是一场戏了。你要跟迪哥又不是没拍过戏啊，是一场戏，我听懂了，谢谢周也啊。我原来拍戏，确实就因为那张照片，张嘉佳跟我发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一次火，他说你爱不演，不演走。这就很大的火了，那不叫骂，好温柔啊。冷暴力对我来说是最可怕的。冷暴力，我心里想，我就愣在当场，我就坐在那，他就走了。然后我又想，难道真的是我有问题吗？但是我绝对是站在所有的读者这边的。哦，这个音响老师，你从来没有跟过这么准啊！因为鹏鹏对我来讲的话，我一直帮他当成自己的亲弟弟的，然后所有的其他工作人员就来提醒我说，要不要安抚一下鹏鹏？我说不用。然后最后只有监制一个人来了，他越不来安抚你，你越生气。然后他们问我拍不拍，我就很硬气，我说了一句，我说导演都这么说了，我说那我走了。然后后面我就回到车上，还在生气，我还在气，一拳打碎车里的玻璃。那倒没有，我成熟了，但我依然在那里哭了，骂哭了。怎么会男生吵架会哭呢？情绪，所以适合做演员嘛，情绪好，性感不是感性。然后后面晚上回去嘛，我就给他发了一个消息，我说你还好吗？你输了，输得非常彻底。第二天呢，我们制片人就请我们所有人吃饭嘛。后面我问他的是你哭了吗？你觉得都会哭哈？两个人情绪上来，我觉得他也是个很细腻的人，应该他伤害了我，他也不好意思。朋友问你哭了吗？你回的是什么？这有什么好哭的？我现在在回想起来啊，我一直在那哭，他好像在那笑。
周爷有没有？你和孟子义有没有那种很硬气，有点什么小矛盾，最后又认怂的那种？我跟孟姐大家都知道，就是孟子义把我哄睡着，下楼去打麻将的事儿啊。有人问过你这方面的问题吗？就是我真的不知道，他真的瞒了我快1年。他用什么招？你快把这个喝下去。他就是说。啊，我好困啊，我要睡了。他就先睡了。我说啊，那我也睡了。结果我不知道他打了1宿的麻将。你不会打麻将是吗？我会打，但是我很累，我不想打，我要睡觉。我就是喜欢早睡。后来我真的是在网上看到这件事哦，然后孟子义就飞来找我。飞来找你，就为了这件事情？没有，来我们剧组客串的。对，我还以为他来找我，原来他来客串的。把自己渲染得很重要。你怎么还杜撰故事呢？人家是来客串的。他被他讲的好像专门找他一样。他说：“妹妹，我今天就来找你，今天要把你哄睡着，我再出去玩。”就还有一次也是打麻将，就是刚好跟剧组有关。我第2天要去见张嘉佳，就是要去面试嘛。我就说我要上楼准备一下，我要想想明天我要见他我要说什么。上楼准备你家住在3楼上啊？没有，我住他家那个时候。啊？住谁家啊？住孟姐家。啊！吓坏了！你们是哪里？我背上的汗都出来了。没有，我说我要去准备一下，我说我不能跟你们打那么久麻将。孟子义说不行，我们现在3缺1，你必须要打麻将。然后我就说你就跟他们打吧，我不管你了。然后我就上楼了。我上楼之后我就睡觉，睡到3点钟我醒来。凌晨3点还是下午3点？凌晨3点，他们还在打哦，打到3点，我再一睡觉9点钟醒来。孟子义终于躺在我旁边了，然后就是因为我那天没有跟孟子义打麻将，所以去见了张嘉佳，我才能就是参演《云边》这个这么优秀的剧组。对，所以我们要感谢孟子义啊。周也继续拍戏，你继续打吧。除了这个朋友之外，还有没有什么跟家人的硬气？跟家人的我有，我觉得跟家人的硬气呢，一定都会发生在青春期。哎，肯定是。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我10岁的那个冬天，有点早了一点点。好了，那13吧，好不好？13岁的那年，是不是你的真实故事啊？真的。OK， 我的青春期，我是活到现在才明白，我跟我爸的人物关系是父子关系。到现在才明白，全哥。我上次有说嘛，我跟我爸比较陌生一点，就是话讲的特别少，回来都不认识。叔叔，你找谁？太陌生了吧也？没有这么陌生啊。我爸妈在我就是小时候特别的忙碌，我就每天去那个游戏厅打拳皇，没人管你。结果有一天，我爸就去游戏厅啊，他就开一个门缝，从那门口去看我，带到了，但他没有进来带我，没有带你，他让我继续打，他不带我，他回家了，我就一直打，打到了晚上，我一开那个门啊。我看到那个画面哦，就这样，他就 M 字腿。你爸这样蹲在家里？哇！而且晚上他还打了一盏台灯。你出去啊！就这么凶。你爸刚刚说那句话需要字幕，说的什么？你去哪？就这样子，他就想要看我会不会说实话。结果我就说我去同学家写作业啦。你也这样说话？哇！他火了，你知道吗？然后。我爸是那个跆拳带黑道3段，跆拳带黑道，好累啊今天。然后我亲眼看到他拿了一个那个枕头，然后他就做了一个中段的鞭腿。天哪，你爸跟拳皇里面一样。那个枕头我现在印象深刻哦，直接就是，我直接退后了7步，1、2、3、4、5、6、7。哇，你家好大哦。天哪，发大招了你爸！我也火，我也义气也来了。爸，你哪都可以打，你就别打我的脸。我那时候10岁就意识到我将来要靠脸吃饭了。好笑，这个好笑。你的第一个语言梗。他说：“你个不良少年，以后呢你就天天去打电玩，没前途。”好，我就是不良少年，那我今天就离家出走。好啊，你要走可以，你全身上下都是我买的，脱掉再走。啊，好喜欢哦！我就脱了啊，脱光，哇！我真的脱光了，看着我爸。爸，你全身上下也是妈妈买的，你也给我脱光，脱就脱。
你不是他爸。倒三角，倒三角，你们就想象啊。这时候最尴尬的时候，门一开，我妈来了，看到两父子在干嘛？好恐怖哦！我妈一句话都没说，但是我妈直接就流了2行泪下来。她觉得你们两父子有必要吵成这样吗？大家一家人嘛。你确定妈妈哭了是因为妈妈是觉得辣眼睛。咦，你这样神经病，妈妈可能觉得有毛病啊。就是很难过，父子怎么矛盾这么大？对啦，我就是特别心酸，我就那时候想要认怂，跟我爸道歉，然后我就过去，好了，爸，妈，我们要去洗澡了。好恐怖哦！其实很多家里面吵架都会有那种话术，就是这些都是我买的，你赶紧脱，可不可以给我什么的？我跟我爸吵架的时候最狠的一次，也就是脱到内裤这样子，差不多2步。平角裤啊，吵架，后来我真的跑了，然后跑到苏州河边被人跟踪了。忧伤的原因找到了。那天是不是平角裤？我有病啊！大半夜穿平角裤在苏州河边。听了敖犬的故事，我发现天底下的爸爸带娃真的都是一样的，总能带出一种孩子不是亲生的感觉。除了李承铉，谢谢雪儿姐。那我比较不能接受的一个就是大冬天脱光了衣服这件事，不会想到妈妈有多担心吗？妈妈进来的时候流泪了，是怕你们感冒。这个时候妈妈要做的就是家里常备小儿感冒药。当男人之间的这种幼稚行为再出现时，能及时守护宝贝的超能力，让每一个妈妈都安心。对，好理。七哥呢？七哥身边有没有那种硬气但不多的人？这个事情呢，又是发生在我家里面，是这样。我们刚刚在一起说，铉哥他很喜欢打游戏，那但是我不会，但我觉得我可以学嘛。刚开始学嘛，你本来掌握的就不好，所以你就会老是往里面冲，我就老是被点死，老是就送人头。他还边上念你，就说你进去马上就死啊，你不要再进去。哎呀，我很听不得人。收姐这，就那种不耐烦的那种声音。我说干嘛啦？我说我更不会打呀，我等慢慢适应嘛，因为我打的差呀，人家队友也会骂你的呀，是吧？你就是什么菜鸟，会不会打？你们送人头什么这那的，那我火气就上来了，又要被队友骂，又要被老公说，然后我就说，我说你在，他说。当下马上又来了一个，我火蹭一下就起来了。我说来，我就把这个游戏退出去，然后长按它，删除。哇！我说我不玩行了吧？但是我们俩就僵住了，谁也不愿意跟谁道歉。但通常出现这样状况的时候，都是铉哥给我道歉，但他呢示弱的方式是千变万化的。我这里收集到了他一个非常经典的认怂方式。是非常私人的一段视频啊，也是我本人躺在床上意外拍到的。铉哥并不知道这件事，快放！妈呀！哦，好用心呐！你在拍视频啊，你在床上躺着，他过来给你道歉？不是，他没有道歉。是这。他是觉得说过来跟我说对不起，我没有必要，这个事情没有很大。然后他想说，那我找一个辙，就逗他开心一下，这事就没了嘛。然后我看他出来，我觉得很好笑，然后我就录下来了。他不知道我在录，所以那个视频的中间他就在说，他说啊你在录视频啊，然后他就冲进去洗手间了嘛。对，也看不出他是他，没事。我听了七哥讲这话，解了我心中的一个谜啊。什么谜？我回到北京的时候，我爱人问我，哎，你们都有谁啊？我说薛之谦有杨迪，他有戚薇。他说啊，你跟戚薇在一起？我说，哎呦，我跟你讲，你知道李承铉对他多好啊。刚才告诉我了，哎呦，那是真是好。我估计我太太大概也希望我像李承铉一样。哎呦，
谢谢 JK 嫂的认可，这是很高的荣誉。谢谢 JK 哥 JK 嫂。哎呀，好好哦。刚刚讲的都是跟家里人的那种硬气，但是没有多久。我呢，这个是跟外人的一个硬气。我是那个时候是刚来北京，刚来的时候租的那个出租房的时候，我们整个的小区的那个信号就不好。哦。因为那个时候的通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又网络什么微信呐、又 email 什么都能联系上。那个时候就只靠打电话啊。然后你要是信号不好，接不着电话，我那活儿可能就黄了，对。然后有一天，我就因为没接着电话，我有个活儿真就黄了。哎呦，这个电话没接起来，电话打过去，人家就找别人了，给我气坏了。我就赶紧打着这个服务站，我说你们什么时候能来解决这个信号问题？我都前后打了3个月了。不下30多次，每次你们都跟我说词都是一样，什么时候能解决这个问题？他说：“先生，对不起，你那儿是信号塔的问题啊，整个信号接收站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去整个的解决那个信号接收的问题。”我说：“信号站你解决什么时候能解决？你要实在不行，你们那儿有困难不行的话，我自己花钱解决。你过来人是给我帮我解决。”完了那边说的，愣了2秒以后就说：“先生。”如果你想自己去做这个基站的话，我现在可以给你转接那个基站服务部。我当时的那个硬气，我稍微就有点扛不住了，但是他已经给我转接了，我就硬扛。啊，你这还扛？但人家就真的让我赞助，人说的先生你好啊，您是要自己去建基站吗？给架在这儿了。我说我们小区一直信号也不好，我说你们老说实在不行我自己建呗。你有病啊！你们过来建吧。完了那个多少钱？人说的那我们这个个人基站为整个小区如果建塔的话，我们是70万起，70万起。这么贵？这70万起一出来，我就一下子怂了。其实真是怂，但那也得扛，接着扛。现在还在分期付款。我不想给小区都建，我就给我自己家建一个行不行？建个小的。他说哦，那先生，那我们个人家的也可以安装这个信号接收器啊。那我说那个多少钱？我寻思应该便宜了，人说那个是40万起。我怂了，我真怂了。但是我还是说40万，其实40万也不是很贵，但是安行，你多长时间能来完能安完吧？人说的我们前后差不多1个月能给你完成。我说那时间太长了，我不安了。哎，如果他但凡说明天就能来的话，那我就废了。你们呢？有没有？我是一个搬家的故事。去年呢，我租了一个新的那个住的地方，然后有一个大阳台，对面的一排邻居也各有一个大阳台，我就很喜欢那个阳台。我想说，我终于拥有了一个自己阳台。然后乔迁第1天呢，我就在阳台上晾裤衩，就是晾内裤。对，别误会啊，别误会。这个是正常的人类晾晒，不是搬家的仪式感啊。人类晾晒。乔迁之喜，大家基本上是请朋友过来吃饭，而不是说走把内衣裤都晒出去。奇怪，好奇怪哦。然后就吸引来一个优雅的邻居，他说：“你好，大姐。”大姐。大家都懂这个称呼一出来，后面所有的内容根本不重要，已经听不进去了。我马上进入状态了。他说：“你怎么在自己的阳台上晾内裤呢？”我说：“不然呢，上你们家晾去吗？”哇！他说：“我们这是一个优雅社区，我们都是使用烘干机的，你这样会影响人类观景。”我看了一下，我说：“我家阳台离你家阳台起码70米，哪个正常人类能看这么远？你是不是使用了望远镜？你偷窥我？”然后他一下子他就说：“哇你是驸马哇哦！”哇，那出来了。
哇塞！哇塞，好尴尬！哇，你住这里？他说，你们懂吗？我一下子我整个人慌乱了。我想说，我在这个社区要臭名远扬了。我不但在阳台上晾裤衩，我还怼邻居。然后我真的那1秒钟我就怂了。然后我说，没想到吧，艺人也是有底裤的。然后我就发微信给杨迪，他因为很不爽，被人认出来。然后我说好惨，我再也不是那个维护内心秩序的我了。我说我连裤衩子我都不能晾了。杨迪说你拍给我看一下，我看光天化日适不适合晾。杨迪，什么情况？我是跟他开玩笑，我说怎么会？自家的区域晾点什么也很正常，除非你那一款太吓人了。张导也有类似的事情吗？我的事情更加特别一点，就是你没有办法判断它到底是属于硬气还是属于怂。2011年的冬天，我那时候女朋友还没有分手，但是那时候的女朋友和另外一个男生在一起了。啊，就是我当时你跟女朋友出轨了啊，劈腿。你可以这么去说，但是我不好这么说。你干嘛引诱我啊？反正有一些感情上的纠葛。我去超市买东西回来，然后就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一个陌生的号码，然后声音是一个老太太，是我女朋友在一起的那个男生的妈妈啊，讲话很难听，就一直骂人，说你能不能管好你的女人，不要这样缠着我的儿子，你们有你们的生活，我们有我们的生活，你不要搞这样的事情，因为那个男生也有女朋友。啊，明白。好多人啊。我那时候就站在大学里面接电话，然后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这句话是硬气还是怂啊。我说，伯母，你不要这么说她，她将来也许是你的儿媳妇。很机智，这是很机智的啊。但是我说这话的时候是哭的。然后整整过了5分钟嘛，对面也一直沉默。然后说了一句话，我反正终身难忘。他本来是很凶的嘛，连称呼都变了。他说：“先生，我觉得你是一个伟大的人。”包容。但是他做梦都没想到，就是这件事情啊，不但在节目里面说，我连小说都写进去了。你把他的名字也写进去了？那不可能，那不可能，那不可能。所以我说我也分不清楚是硬气还是怂。但后来反正是一个圆满的结局，就是他们圆满的在一起结婚生小孩。那我就走了嘛。啊，你走了啊？我还接到过另外一个电话，是那个男生的女朋友，那个女朋友女生打电话。Really？ 他打电话的内容是，他们2个在一起了，你现在在哪里？我来找你。当时我很害怕，我就直接掐掉就扔掉了。然后又哭了。反正我觉得，反正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讲的话，是人长大的一个过程。就人长大的过程，就是很多伤心的事情，你回头看，你会觉得是个笑话。刚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自己或者身边人由硬气转为示弱的特别好笑的故事，说了这么多，相信大家都有些累了。接下来华莱士即将硬气入侵，给大家补充能量。有请我的男团伙伴林超泽跟我一起开启华莱士的广告秀时间。好想吃炸鸡，像最美味神魂颠倒。好想吃个大汉堡，欢迎到华莱士。哦，快乐星期五，全鸡配汉堡。哦，快乐星期五，美味神魂颠倒。哦，快乐星期
谢谢华莱士。好棒哦，很快乐的一首广告歌。今天大家讲了非常多地球人有点硬气但不多的故事，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分寸感。我觉得人要软硬结合，不能一直硬一直硬，这样太刚了；也不能一直软一直软，这样太容易被欺负了。所以其实看各式各样的事情，我们根据事情去调整自己的软硬，不管是在亲密关系里面也好，还是在同事关系里面也好，还是在朋友关系啊、恋人关系之类的这种两性关系里面，你可能都会找到自己软硬的一个适中的智慧。我觉得有时候有一点硬气但不多，是一种懂分寸之进退的智慧。没错。其实大家讲的这些呢，也给我们许多年轻的同志有很多的社会经验呢，大家互相在一起来分享。有一个朋友跟我说，遇到这个时候有3个1，叫是慢一慢，听一听，想一想。首先是慢一慢，这事情别太冲动了，有时候冲动就容易出事儿。是的，慢一慢，看怎么回事呢？然后听一听怎么回事，然后再想一想我怎么办。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生活的经验和人生的经验，不妨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呢，也通过这些经验，使自己一点一点的成熟起来，在这个整个面对社会发生各种各样问题的时候，大家都能够正确处理。是的，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做一个有点硬气但不多，但是却懂得分寸感的人。好的，这个提案已经结束了，接下来请全场特工进行表决。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提案有共鸣的话，我们就拍桌支持。那么，请表决。好的，我宣布此提案通过。到目前为止，今天所有的提案已经全部结束了，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王牌特工评选时间。哎，但是我跟你讲啊，今天的王牌特工很特别哦。这个人好像应该没有拿过王牌特工吧？你别这么说，但是好像、是不是？好像是哎。哦，真是。反正我很惊讶。先把前3个都说出来哈。3、2、1，张妍希，请起立。我怎么每次都被提名？啊，金志文起立来。哎，你今天有机会哦。我也是每次都被提名。还有一位是敖犬，请起立。哇，我的妈呀！我跟你讲，张导再多讲几个故事，他都入围了。今天的王牌特工得主是，就是我们奋战了很久，终于拿到王牌特工的金志文。谢谢，谢谢。飞起来，飞起来！哇，恭喜恭喜！谢谢。火星有句老话说得好，拳击汉堡有营养，特工吃完变局长。希望每一位王牌特工都能更进一步，成为像我这样的局长接班人。那么，让我们有请中国华莱士品牌大使、周五不加班的小白鸡为我们呈上王牌特工勋章。哇，谢谢 JK 哥，谢谢。快乐星期五，大家记得散会之后去华莱士吃拳击哦。刚刚 JK 哥已经直接把我们的王牌奖章颁给了金志文哥哥。太开心了，真的！原来拿这个东西这么开心呢。不拿的时候吧，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拿它。其实我功利心没有那么强。拿到以后呢？但拿到以后，我每期都想拿。对。好了，恭喜金志文，本期的火星情报局会议就开到这里了，各位，我宣布火星情报局第6季第4次会议圆满结束，我们下期见。